嗨，大家好，這裡是大陸每日新聞。Hello， 大家好，歡迎收聽我們的播客。今天咱們來聊一聊貴州的洛北河啊，這個所謂的商務漂流。這個事情從它最開始被爆出來到現在，這個事情的整個的經過，包括大家對於這個事情的一些爭議的點，比如說景區到底該不該負責呀，包括這個東西到底是不是色情的擦邊球呀，包括大家對於這種所謂的文旅創新到底有什麼樣不同的看法，我們也來給大家聊一聊。最後呢，我們也會給大家帶來一些社會上的对於這種現象的一些聲音，包括一些警示。好，那我们就開始今天的內容吧。咱們先來聊第一部分，就是事件的全貌啊，就是這個貴州的這個洛北河的這個商務漂流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兒。首先第一個我們要聊的就是這個所謂的商務半漂，它的這個收費標準和服務內容到底是什麼？就是這個商務半漂，它其實是分3檔，398的、1288的和1988的。然後398的就是高顏值的陪你漂，全程給你拍照，這個是不可以有肢體接觸的。1288的呢，就多了一些這個禮貌性的肢體接觸，比如說牽手啊之類的。那1988的呢，就是可以有類似於情侶之間的一些親密的互動，包括這個客服還會跟你說啊，你可以再跟他私下再談一些更特別的服務。聽起來挺複雜，這怎麼選呢？然後怎麼付錢呢？就是你要先加他們的客服的微信啊，然後客服會給你發一些女孩的照片啊資料，你選好之後呢，你要付300塊錢的定金。這個300塊錢定金是你可以在下午1點到5點之間去體驗的啊。這個景區的門票是另外的啊，就是平台它只收你80到100塊錢的這個佣金，剩下的錢都是直接給那個半漂的女孩的。OK， 對，他們還號稱說啊，我們有1000多個女孩啊，一天可以接400組，就這種分級定價呀，包括這種預約的流程都已經非常成熟了。那這個事情爆出來之後呢，官方是怎麼回應的呢？就是這個事情是在7月30號被媒體曝光的啊，然後7月31號的凌晨，當地的這個文旅啊、公安、市監就一起組成了調查組，對這個事情進行介入調查。反應挺快呀。對，沒錯。然後當天就責令這個景區停業整頓，就是把所有的相關的這個服務全部都叫停了，也要求這個運營方和這個外包的公司進行自查啊，配合調查，所有的門票全部都暫停銷售，大家可以全額退票啊。同時，這個官方也表態了，會徹查到底啊，絕不姑息啊，也在全縣範圍內開展了這個文旅市場的這個專項整治行動。就是說，這個事情曝光了之後，大家其實最關心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這個事情背後到底揭示了什麼？對，這個事情其實它就是把這個景區的這種所謂的增值服務啊、打擦邊球，然後違規經營這個灰色地帶啊，徹底的暴露出來了。對，它其實並不是一個單純的個人行為，而是有組織的、有非常明確的利益鏈條的這樣的一個違規的操作啊。那這個事情其實給整個文旅行業的管理和這個責任的落實啊，都敲響了一個警鐘。對，那我們接下來就進入到第二部分，我们要聊的就是這個景區把這個項目外包出去之後，到底還需不需要負責？對這個問題，我覺得挺有意思的，就是景區把這個項目外包出去之後，他真的可以不用再管這個項目了嗎？就像這個洛北河漂流，他就是把這個半漂項目外包給了第三方公司，然後他自己就說啊，那這不是我們官方的項目，我們就不擔責。但其實調查組最後認定的是，你這個運營方是要負主要責任的啊，因為你沒有去監督好、管理好這個事情，所以導致了現在這個局面。哦，所以不是說我簽個外包合同我就可以高枕無憂了。不錯，沒錯。就法律專家都已經明確的說了，就是你這個場地的提供者是必須要對這個服務的內容進行嚴格的把關的。就算你是外包出去了，但是如果出現了這種低俗的違規的情況，你都是逃脫不了這個失職的責任的。對，而且現在很多地方都已經在加強這個監管了啊，就要求你景區必須要去審查這個項目啊，定期的巡查呀，然後及時的上報啊，等等的，就是你想甩鍋是沒那麼容易的。那現在就是說，這個所謂的分級的這個肢體接觸的這個半漂服務，到底是不是踩在了這個軟色情的紅線上？就是其實它這個分級收費，然後明碼標價的去售賣這種牽手啊、擁抱啊，甚至親吻這種親密的動作，已經遠遠超出了一個正常的旅遊服務的這個範疇了。對，它就是在打擦邊球。那這種東西如果被查實的話，會有什麼樣的後果？如果是一旦被查實是有這種金錢和這種親密行為的交換的話，那就是屬於
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对，然後嚴重的話是会有刑事責任的啊。对，而且就是它这個整個的操作流程就是為了規避監管，它是屬於一種明令禁止的這種行為。對，明令禁止，而且它其實也讓女性的尊嚴受到了傷害啊，也讓遊客的權益沒有辦法保障，而且存在巨大的安全隱患。你怎麼看現在有一些這種文旅項目，就是打擦邊球去吸引流量這種做法？其實這種就是以這種曖昧啊，或者說這種低俗的內容去做這種所謂的創新，是非常短視的。對，它雖然說短時間內可能會讓你的這個景區火起來，但是它會很快的就把你的這個口碑和形象都毀掉，而且它也會引發很多法律和道德上的這種，就確實是飲鴆止渴呀。對，真正的創新應該是基於地方特色、文化內涵，然後去提升服務質量，而不是說靠這種打擦邊球去搞這種所謂的創新。那它這個景區和監管部門其實都是要負起這個責任來的。對，只有你守住了合規、安全、公序良俗這個底線，才能夠讓這個文旅行業健康的發展。咱們來進入第三個部分啊，咱們來聊一聊大眾對於這種所謂的擦邊球的文旅項目到底是怎麼看的。其實這些項目出來之後，主流的聲音還是很明確的，就是大家都是在批評啊，覺得這種靠美色啊，靠這種曖昧來吸引你，其實是讓這個文旅行業變得很低俗啊。大家也很擔心，就是說這個東西會誤導青少年啊，然後也破壞這個社會風氣。對，確實是，就是你這個獵奇的東西很難讓大家買賬。沒錯沒錯，就是很多人都在呼籲，就是說文旅項目應該要回歸到風景本身，或者說文化本身，或者說服務本身。對，大家更期待的是一些有內涵的、有特色的，能夠讓你反覆去打卡的這樣的一些體驗，而不是說靠這種打擦邊球來賺快錢的這樣的一些東西。那現在就是說，面對這種越來越多的景區想要去模仿這種擦邊球的做法，我們到底應該怎麼去有效的防範呢？就是關鍵還是在於這個監管部門要主動作為，就是你要去制定一些明確的這種負面清單啊，然後巡查的機制啊，去嚴厲的查處這種違規的行為，而且不能讓他有機會說我把這個責任推卸掉。那平台和景區自己要怎麼做？就是一方面是這個短視頻平台要把好這個內容的審核關，然後另外就是景區自己本身要提升自己的這個項目的文化內涵啊，對員工的培訓啊，以及對遊客的這種正面的引導啊，再加上這個行業的標準和這個職業體系慢慢的完善起來，才能夠真正的杜絕這種低俗的內容的蔓延。就是說，你這個網紅文旅項目想要持續的火下去，而不是說火一陣就熄火了。其實真正能夠長久的吸引人的，還是你這個項目本身是基於這個地方的歷史和這個地方的風俗去打造的一個獨特的 IP。對，就是別人沒有辦法複製的，你這個創新才是有價值的。對，光靠流量確實太不靠譜了。沒錯沒錯，對，就是把這個體驗做深做細，然後服務做到極致，讓大家願意一來再來，同時還要兼顧這個淡季和旺季的這個平衡，以及本地的這個社群的共同的成長，這樣才能夠真正的把這個人氣變成一種持久的口碑。对，今天我們其實聊了很多啊，從這個貴州這個落北河的這個商務漂流這個事件背後暴露出的一些行業的亂象，然後包括我們也聊到了，其實文旅項目要想走得遠，還是得回歸初心啊，還是得守住底線啊，還是得用更有溫度的、更有創意的內容去贏得大家的認可。感謝大家的收聽，希望大家能夠一起為更健康、更純淨的文旅環境來發聲。我們下期再見。